乡下总是越穷生的孩子越多，我家10口人，全家都靠我爹一个人种地养着，可种地是我爹一个人种，吃饭却是一大家子，每年产的粮也不够我们家10口填饱肚子。3个小叔一把年纪还打着光棍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可我爷奶每次吃饭都先紧着他们吃饱，再叫我和妹妹吃，因此我们总是饿着肚子。那年好大一场雪，家里已经断了几日粮，眼看一家人都要饿死了，我把自己卖给了人牙子，得了我4两银子。离家的那天，我娘哭晕了好几回，把她唯一的嫁妆一朵绒花给了我。我当着家里人的面拿了2两，将剩下的2两悄悄给了我娘，叫她无论如何都要将弟弟和妹妹养活了。那日的雪好大，我爹去县城帮工还没回来，我娘带着弟弟妹妹站在漫天风雪里送我。天这样冷，我娘身上连件袄子都没有。驴车拉着我越走越远，风雪这样大，早迷了我的眼。和我一起买来的一共12个姑娘，都是我们村和邻村的，年岁和我差不多。虽被人牙子买了来，可至少每天吃得饱肚子，能狠心将女儿卖了的。平日在家过得自然不会很好，每日叽叽喳喳还能说话，我只安静地听着，不知道我们又要被卖到哪里去。路不好走，这一走就是月余。等到汴京时，已是春日了。人牙子将我们关在一处小院子里，头日带了长得最好看的5人出去，过了几日又带了余下的几人。我被卖到了城西的温家，温家2进的院子，家主听闻还是个气品的官，我被分在了2小姐的院子里做个粗使丫头，平日里扫扫院子，做做杂事。温家人口简单，除了夫人就一个姨娘，姨娘还是夫人的陪嫁丫头，3个郎君都是夫人所出，听闻都送到山西极有名的书院读书去了，一年也见不着2回。3个郎君都生得好看，最好看的却是那大郎君，天上谪仙般。大小姐也是夫人生的，今年13，看似文静，可脾气不大好。2小姐是姨娘生的，今年只7岁，圆容白嫩，像个福娃娃，又爱笑，在家里又年纪最小，有吃正，家里人人宠着。温家并不苛待下人，我来了1年，养胖了许多。夫人每月还给我们每人200个大钱的月例，逢年过节时还有赏钱，我将这钱悄悄攒了起来，看日后有没有机会能捎回家中。对我来说，这样的日子日日都是好日子，做的活和家里比起来算什么？我闲时学着打烙子，做针线，和一众小姐妹谈天说地。大小姐好诗书，她身边伺候的大丫头石化姐姐也不差，人又亲切，从不吝啬，只要有时间便教我们认字。一日听闻与我同卖到汴京的姐妹竟活生生被主家打死了，我才知晓自己命好，遇上了一户好人家，过的日子竟是神仙般的日子。只是变故来得太快，我14岁这年，家主不知犯了什么事儿，温家被抄了家，15岁男女皆入死牢，罪不及外嫁女。抄家前一夜，夫人发还了所有的卖身契，并每人给了10两银子，放还了家里仆人婢女一条生路。温家后起，家里的仆人都是新买的，一夜之间就散了个干净。我揣着自己这些年攒下的钱，准备回村去，可看着已经9岁了仍旧懵懂无知的2小姐，终究是心软了。温家的宅子已伐没了，我和2小姐已没了住的地方，她也不能再叫原来的名字琼娘了，我给她重新起了个名字叫宝珠。她是我妹妹，我叫宝银，陈宝银。温家人羁押在死牢，我手里的钱即便全使出去了，不定能见一面，我得带着宝珠活着，要活着就得吃饭，得有地方住。我力气大，也不怕苦，这几年识了几个字，还能算账，租了条小船，我在汴河上做起了卖酒的营生。卖酒自是要有小菜的，夏日秋日里我便卖醉虾醉蟹，冬日里做些暖胃的小食。第1年除去租金，我竟赚了37两银。温家的事情本来风风火火，似要立时就醒了，可1年过去却没了动静。我缝了棉衣棉裤，带了韭菜和宝珠去看他阿弟阿娘并哥哥姨娘，他开心地穿上了我给他新缝的红棉袄棉裤，拉着我的手开心地摇了又摇。牢里已经不像去年看的那般严了，我使了2两银子，牢头放了我和宝珠进去。牢里昏暗，味道难闻，宝珠胆小，抓着我的手，一双眼慌乱的像一只迷路的小兔子。我拍着他的手说无事，有阿姐呢。他笑了笑，嘴角边是2个极小的梨窝。一家人竟是关在一处的，我已认不出夫人老爷和姨娘的样子，人早已黑瘦的脱了相。家里的3个郎君却只2个，不在的是大郎君，我见他们也只3、4回，年纪都又差着1、2岁，如今在任已不知道谁是谁了。差的那一个不晓得到底哪里去了，可至少在的看起来都还像个人。牢头开了门，给了我们半个时辰，墙角铺了稻草，该是他们平日睡觉的地方。宝珠看着他心心念念的阿爹阿娘，已认不得了，可家里人认得他，看他藏在我身后探着脑袋不敢出来，老爷半天才叫了声琼娘。他还记得自己叫琼娘，看着他阿爹很久，许是认出来了，喊了声阿爹，银白的脸上2行泪，犹豫着扑进了他阿爹怀里。一家人将他看了又看，哭了又哭。温老爷并不识我，家里的丫头10几个，他每日早出晚归，哪里有精力记我们？夫人不过40，却已白了头，看着像个60岁的老妪，可他还识得我。你是宝银丫头？他眼睛灰白，说话都有些费力。阿娘，她是我阿姐。宝珠拉着我的手答道。老爷夫人恕罪，奴婢不敢再让2小姐叫本名，怕哪一日官家寻来，只得让她跟着奴婢姓，给她起了个宝珠的名字。宝银何罪之有？我温家满门获罪，只留下她一人，事发突然，给我儿寻个去处都不及。若不是你，她如今不知还能不能活着站在此处。老夫谢你都不及，谁能想到温家获罪1年，亲女都不曾来看我们的却只有府里的一个丫头。当初夫人将卖身契已还于你等，你已不是府里的丫头了，做宝珠的阿姐又有何不可？温府若有重见天日的一天，宝银就是我府上的小姐。我关老爷情态，风骨仍在，
此事或还有转圜的余地，心里为宝珠开心起来。我并不想做什么小姐，只想回村看看我爹娘弟弟妹妹，在汴河继续做船娘也很好。老爷夫人莫怪大小姐，我带着宝珠去过苏家，当日并未见到，听闻她刚生产，还在坐月子，苏家怕惊了她，不曾告知她实情。亲家太太使人寻了我，说若是为了大小姐好，叫我万不可再带着宝珠上门。几日后，苏家就搬去了东都，大小姐即便想看你们，山高水远，她还有个孩子，又怎能回得来呢？还有我没说的，大小姐听了温家的事，哭晕了2回，姑爷趁着她昏迷不醒时，将她抬上了船。都是俗人，这样的时候，明哲保身何错之有？说了几句，时辰已到，我要带着宝珠走，她哭着要带家里人一起，哄了又哄，才将她带出来。她却哭着说怎得不见她长兄，府里到处都是大郎君的传说，生的芝兰玉树不说，籍贯之年已连中3元，是宋阁老最得意的门生，未来的阁老非他莫属等等。别的我不知晓，可长相确实不差，毕竟他娘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儿。就这样一个人，竟生死不知，不见了。温老爷闭口不言，我知晓此事不能再问下去，带着宝珠回了家。我们和别人在东街同租了间院子，我和宝珠来得早，占着2间东房，一间住人，一间做厨房，西边3间住着一家4口，男人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，女人在家带孩子。货郎姓何，6尺身材，一张巧嘴，和娘子不爱说话，人却极好。他手巧，闲时便绣些帕子荷包，货郎便挑着去卖。我缝个衣服做双鞋还行，刺绣什么的根本不通，闲时就让宝珠跟着他学。宝珠耐得下性子，学得有模有样。我每日卖剩的鱼肉虾肉多进了宝珠和他2个孩的肚子，这日与平日并无不同，只是汴河结了冰，我的营生便不得不停了。有爱吃我做的小食的老顾客，我便在家做了送去。回了家吃了晚饭，宝珠已瞌睡，看他睡下了，我取了鞋底就着油灯来拿，火盆里烧的是柴，烟大，窗户开了条缝，等睡时灭了火，透一透风才敢关。我已15了，走到哪里都算个大姑娘了，在汴河营生并不像想的那样轻易，时不时有人骚扰。更何况我一个姑娘带着个妹妹呢？不过河道有河道的规矩，交了保护费，自是有人看护着的。我不怕累，就怕惹了麻烦。敲门声响起时，我吓了一跳，毕竟在汴京，我和宝珠相依为命，谁会黑了天来寻我们？谁呀？我扬声喊道：“我姓温。”门外的人声音压得低，是个低沉好听的男声，姓温。我不及多想，穿了袄子下了床，门外的人闪身进了门，我将门迅速的关了。来人背着身站在床边看着宝珠，房子小，床前只一道帘子遮着，里面算作卧房，外面充作厅堂，如今被他拉开了，便一目了然。他身量极高，披着一件玄色斗篷，头发用玉带紧紧束着。我隐约猜到了他是谁，可不敢多问，只等着他看够了。我给火盆里填了柴，烧了壶热水，给他倒了杯茶，茶是平日里船上给客人喝的，说不上好，但也不差。待他拉上帘子出来，油灯昏黄，可我依旧将他看了个全。府里人说他生的芝兰玉树，我长这么大并不知道芝兰玉树是什么，可今日再见他，算是知晓了。他生的和夫人很像，只眉毛更粗些长些，天生一双桃花眼，不笑也风流多情，鼻梁挺直，嘴唇并不很薄，下颌角分明，细看唇下一点黑痣，人却清冷得很，又冷又郁。美男子这样肤浅的字都不足以形容他，关键他还生得白。他斗篷都未脱，在椅子上坐下，端起我倒的茶，手也生得这般好看，果然好看的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的。他瞳孔黑，看着人时讳莫如深，让人心惊。我看他穿着打扮并不是落魄的样子，因为他斗篷下的白袍是云锦凤的，真正的寸锦寸金。他既不曾落魄，又为何不就温家其他人呢？朝堂多诡秘，我不敢多问，自然也不想问，只在一旁立着等他问话，不急不躁，倒是有几分胆识的，怪到能护琼娘周全。他说话声音又低又清冷，我不敢多看他，只低着头，什么也不答。此物交与你，明日你想法子出趟城，将他送到鸡鸣司法会主持手里。此事牵扯甚大，定要小心行事。若不是无法，我也不会来寻你。我本不欲接，可听他说无法时，语气里的急迫和无奈，终是咬牙接过了。东西用布包着，是本书的模样，并不十分厚，递到我手里时还带着他的体温。郎君万望珍重，温家老小还在牢里盼着你呢。他起身要走，我终是不忍，为着宝珠，为着温家，说了这样一番话。他点点头，忽地笑了，似骄阳般刺眼。你就不怕温家和我都是坏人吗？我只知道温家待我好就够了，若不是温家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如今是个什么模样。他点了点头，闪身出去了。鸡鸣寺平日并不是平常寺院，每月只初一、152日开放，明日并不逢初一，也不逢15，只进门就是件天大的难事，更遑论要见主持。第2日一早，我就将宝珠托付给了何娘子，上了鸡龙山。鸡龙山虽叫山，却并不险峻，我干惯了力气活，走几步路的事儿，自然并不难。到了寺门口，大门紧闭，里面传了一阵诵经和敲木鱼的声音。我敲了数遍门，才出来了个小沙弥，他看起来才5、6岁，正是可爱的年纪，养得又白嫩。看见我有模有样，单手立掌，冲着我说道：“女施主要上香还愿，还请初一、15再来。”我看他可爱，忍不住想摸摸他的头，可又怕有忌讳，从荷包里掏了2块松子糖给他，还是平日哄宝珠用的。他抿了抿嘴唇，犹豫着不肯接。我拉开他的手，放进了他手心里。我不上香也不还愿，你去同你们主持说，他在俗家的女儿来寻他了。我知晓骗人不好，可有什么办法？若不是我曾在船上听了段闲话，也断然想不出这样的法子来。法会主持出家前是先皇亲子，当今陛下还得唤他一声小王叔。当年武王大乱，主持受皇命亲去平叛，怀王绑了家中亲眷，以家中亲眷性命相携，让他撤兵。王妃怕他受掣肘，带着家中子女一把火将王府烧了。等他攻下城回家时，只余下已烧得面目全非的100多具尸体。听闻家中一个奶娘带着小郡主逃了，可不知逃到了何处，找了数年未果，
主持心灰意冷，在鸡鸣山出家为僧。若是那郡主还在，也该是15、16岁的年纪。小沙弥还小，自是不知主持的过往，但进去寻人去了，既大着胆子来了，就不觉得那般怕了。至于假扮郡主这样的事情，听闻当年有很多人家带着孩子去了王府认亲，虽都不是，也没见将哪个砍了头的。意的冲他笑，约莫是觉得我挺厉害吧。法会主持刚讲完经，在后院菩提树下等我。冬日天寒，读这棵树却碧翠如新。他若不是光头穿袈裟，谁能想到他会是个和尚？毕竟长得太过俊雅了些。他上过战场，身上却没有丝毫铁血气，看起来儒雅睿智，连年纪都分不大清。众人都退下去了，他站在树下捻着佛珠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幅画。明明有罪，还望主持见谅，今日撒谎也是迫不得已。我躬身行礼告罪，约莫是失望惯了，他表情并没什么变化。我将肩上包袱取下来递给他，他拆开只看了一眼，便合上了。你何罪之有？小女娘有勇有谋，你是少见了。如初可还带了什么话？他声音干净好听，不疾不徐，听着都叫人心生欢喜。并不曾，如初该是温大郎君的字了。既寻到我处来了，该是真遇上难处了。日后他若有事，你随时都可来寻我。女施主唤何名？又作何营生？宝银，陈宝银。我在汴河做个卖酒船娘。好姑娘，且去吧。自上次之后，已是匆匆数月，汴河化了冰，我的生意却越发好了。3月3听闻长公主要乘船游河，宝珠非要去看，船自是要停1日的，我便带着宝珠早早去看。长公主乃金上亲姐，她父皇疼她，将她嫁到了富饶的汴京，还将汴京划给她做了封地。关于长公主的传言有很多，听闻驸马养了个外室，她便派人将驸马给阉了，后来自己又养了许多貌美的男宠，日日逍遥快活，只要她看上眼的，便没一个能逃脱的。所以在汴京甚少听说谁家郎俊俏的，都是到了读书的年纪，便远远的送去书院读书，无事连家都甚少回的，除非起了攀附之心，自己想送上门的。公主的传言甚多，谁也不知真假，可听闻当今圣上都得让她3分，她权势可见一斑。我们去得早，自是占了桥上最好的位子。公主出游阵仗自是极大的，光画舫就3艘，且都是3层高的。长公主极爱白纱，只看那艘白纱遮着，上面载的定是她，中间1艘就是了。宝珠盯着看，叽叽喳喳好不吵人。船上除了伺候的宫女内侍，多是年轻貌美的男子，各种各样皆有。看来公主养男宠的事情并不是胡乱传的，却并不见公主。眼看那画舫越来越近，来了一阵风，掀起那白纱来。长兄，是我长兄。宝珠冲着那画舫一指，我吓坏了，赶紧伸手捂住他的嘴。待我回头看时，那飘起的纱已快落下了。可有些人终归是惊艳的，哪怕只看过一眼，在万千人里，你依旧能一眼认出公主一身白色纱衣，长腿若隐若现，额头画着的花钿，红色的眼角和微微张开的红唇皆一清二楚。而她就在公主身下，敞着白皙的胸膛，我甚至清楚地看见了她蹙着的眉头和颤抖的长睫。公主要碰她的唇，她侧头躲开了。就在那一瞬，她睁开了眼睛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时间似乎很长，又似乎很短，长得我足以看清她眼里的羞愤，短的我没能寻出她唇边的那颗小痣。堂堂状元郎，却不得不委身于长公主，这约莫比杀了她更叫她难受。所谓文人风骨，宁折不弯。今日所见的他和那晚的全然不似一人，他能忍辱负重，定然是还有比他的命更加紧要的事情要做。我信他，我想日子周而复始，我却再也没能忘记同他对视的那一眼。宝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早些年时的字都忘得差不多了。本想送她去鸡鸣寺让主持教一教她，又怕让藏在暗处的人发现了，若大郎君真的暴露了，怕只有死路一条。长公主却办了一所专门教授女子的学堂，我将宝珠送了去，同去的还有何娘子家的小女儿。宝珠虽痴，可她记性好得很，今日学了什么，回来便能原原本本的背下来写出来。我也跟着她学，渐渐的，我便能读一本简单的书了。我才知晓了读书10里是真的，书里有许许多多我从前从没想过也想不到的事情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也是真的。5月端午的时候，我带着宝幽珠去了趟牢狱，带了自己包的粽子并吃食和酒。我和宝珠买了扇面，画了扇子，又带了艾草并彩绳。他们似比上次见更好了些。夫人说话时听得不气虚了。听闻2位郎君以地为纸，以木为笔，日日勤学不辍，连姨娘都不掉泪了。温家约莫是有了盼头。我用艾草齐齐将牢狱熏过，将剩下的一束挂在门口。宝珠将彩绳给他们绑了，又摆出了吃食来。来时我再三交代宝珠，不能将那日见过他长兄的事情讲出去，若是让旁人知道了，他长兄便有了性命之忧。他问了几次能不能讲给他阿爹阿娘，我数次摇头，他便知道了事情的紧要，就再也没说过。并不是怕长公主知晓他的身份，长公主既能留下他，自然是将他的祖宗3代都查清楚了，更有可能他是因为知晓他的出身，才要这样折辱他。我怕他的阿爹阿娘不知情，听说了儿子的事情，悲愤交加，想不开一死了之。他那般委屈自己，想救家人性命，定然也是其中一个缘故。若是他知道家人因他悲愤而亡，他到时候又该如何自处？阿姐送我去了学堂，我如今已能背很多书了，扇面上的字也是我写的，阿爹看看写的好不好？宝珠抱着他阿爹的手臂撒娇道。这时候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患了痴症，我一直觉得宝珠并没有病，他只是在某些方面稍微比别人想的少些，更孩子气些。他阿爹便将扇面细细看了，一边看一边点头，胡子也很长了，便摸着胡须，嘴里不停地夸赞，我儿有出息了，竟能写出这样好的字来，看来你2兄和3兄更该好好努力才行。我喜欢温家，也是因着温老爷对儿女的态度，对儿子严肃些，对女儿温柔些，可满眼都是浓浓的爱意，从不曾厚此薄彼。他教出的孩子便能心胸豁达，并不一味迂腐。2兄3兄可听见了，再不努力些，我便要超过你们了。宝珠得意地仰着下巴，这都是你阿姐的功劳，
他养你以大不易，还送你去读了书，日后定要记得你阿姐的好处。他阿娘点了点他的额头，我阿姐自是世上最好的阿姐，我也是阿姐最贴心的妹妹。阿娘，你看阿姐给你们缝的新衣，里衣全是细棉布的，用水洗了晾干，用手又齐柔软了才能缝。不过我现在也能帮阿姐缝了。宝珠翻来包袱，拿出礼衣来，当年和我一同卖来汴京的香绣，如今在大户人家做了姨娘，听闻要使人往老家烧东西，我寻了他，将这些年给爹娘弟妹缝的衣服并30两银子烧了回去。前些天的人回来了，捎了一封信，是我阿爹在城里托人写的，自得了我卖身的2两银子，我也乃便闹着分家，那2两银子便按人头分了，我爹娘只得了600个大钱。房子是爷奶盖的，自不会分给我爹娘。我爹咬牙领着我阿娘弟妹进了县城，我爹有把力气，带着我阿弟在粮店做了伙计，我阿娘带着妹妹给人家浆洗衣物，虽挣不了多少钱，却在城里租了房子，如今过得都还好。如今得了我送回去的30两银子，连同这些年攒的，就能回村买地盖房子，还能给我弟弟说门亲事了。温家与我如同再生，若不是老爷夫人当年慈悲放了弃书，谁知道如今是生是死？待亲生父母如何，我自该如何待他们？只一套礼衣，又能算得什么？温家落难，往日亲密无间的亲戚朋友皆退避三舍，无一人母如何，我自该如何待他们？只一套礼衣，又能算得什么？温家落难，往日亲密无间的亲戚朋友皆退避三舍，无一人出面。独宝银待我温家一片赤诚，老爷，若我等还能苟活，日后便叫我素儿娶了她吧。所谓患难见真情，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，还上那处寻去。温夫人摸着我的发顶，当时我并不知她说的素儿是哪一个，可我自觉哪一个也配不上，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公子，若是温家被赦免，自是还要走仕途的，自该娶个门当户对的姑娘做娘子才好。我如何敢肖想？夫人万不可这般，宝银如今所做，连老爷夫人万一都不及，若不是老爷夫人放了生气，宝银如今还不知是死是活。我做这些皆出自真心，家里的郎君若是出的这道门，日后必要入仕途的，日后怎能娶个婢女出身的娘子？若是夫人真要谢，待我同宝珠一般便可，我还是贵做的模样，只看来日吧。如今老夫怕温家会耽误了你。好了，再不说了，宝珠给阿爹倒酒。后来这日的事我早忘了，待有一日再拿出来说时，早已是另一番光景。5月是毒月，夜间无事是不出门的，我早早关了门，哄着宝珠睡了，翻出箱子，将攒下的银子和铜板又数了一遍。若是温家人被放了，温老爷能官复原职自是最好的，若是不能呢？他们出来要住在何处？每日吃什么？2位郎君还能不能读书？大郎君到时会如何？我竟一样也不敢再想。买房定然是买不起的，只能租间更大些的，可手里的银子租房都是不够的，该想点别的营生来做的。只传上这点收入，不知挣到何年才能供2位郎君读书。我抱着脑袋趴在桌子上竟睡着了，待我惊醒时，他不知何时来的，就坐在我对面。我胳膊压麻了，一动犹如蚂蚁钻心，又疼又痒，龇牙咧嘴，缓了半天才算缓过来了。他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，一个字也不说，身上有雄黄酒的味道。他就穿了身白衣，宽袍大袖，领口再拉开1寸，整个胸膛便要露出来了，披头散发，衣冠不整，约莫是酒喝多了，眼角还泛着红，眼里水光一片。怪到长公主要招他，活脱脱一只吸人骨血的妖精。我已16，是个不大不小刚好嫁人的年纪，还不曾真正见识过什么男人，第一次见识便是他这样的极品，脸红心跳是自然的。其实这些年我脸皮已练得极厚了，传上什么样的主顾没有？有些爱讲荤段子，我从面红耳赤到最后的听而不闻，对着他那极厚的脸皮一时间却没了作用。大郎君今日来所谓何事？我舔了舔嘴唇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彩绳还有吗？给我系一根吧。他揉揉额角，似醉非醉。我只知道不要和喝醉的人讲道理，自然也不会说什么看看几更天了都。端午早过了这样不懂事的话来，从针线笸箩里寻了一条，看他伸着白皙的手腕等着，我便给他系上了。他抬起手臂要看，袖口太大，就露出了半截手臂来。那白皙且肌理分明的手臂上是触目惊心的伤口，有新有旧，新的还在渗血，旧的止于一道浅白的疤痕。我惊得用手捂住了嘴巴，怕自己叫出来。他看见我的样子，却毫不在意地笑了。怎么怕了？他说着，竟伸手在领口一扯，白衫堆在了他的腰腹处，身上竟没一处好肉。我圆睁着眼睛看着那白皙身躯上的各种各样的伤，忽觉惊痛。那时年少，还不知自己惊得痛的是什么。知道我每日在干什么吗？知道什么是男宠吗？我每日喝了药，便趴跪在那女人身下求欢，任她如何也觉不出疼来。呵，状元又如何？才子又如何？我早已没了风骨，不过一具连自己也嫌弃的尸体。若不是，他大概是真的醉了，才为那日被我和宝珠看见的事情介怀着，旁的人也就罢了。宝珠是他至亲，他是妹妹心里芝兰玉树般的长兄，他那样不堪的一面被宝珠看见了，他要如何面对他？我翻箱倒柜的寻了伤药出来，又兑了盆温水。他身上的伤口有掐的、咬的、鞭子抽的，有些都看不出是怎么来的，我看得心惊肉跳，手上不敢使大力气，怕弄疼了他，只能咬着嘴唇小心了再小心。他并不像看起来那般瘦弱，肌理分明，紧致好看，约莫是疼，他身上肌肉绷得紧紧。慢慢我竟生出了不慌不忙来，将今日去了狱中的事情讲于他听。大郎君定然是要做大事的，你既已护下了家里人的命，其他事情自然由我，我定然将他们都照顾得妥妥帖帖的。在这世上最简单的事情不过一死，一根绳子一把刀，甚至咬舌自尽都是有的，可活着才更需要勇气。郎君啊，端直耿介，慷慨疏朗是风骨，风霜摧折越发凛冽逼人，重压之下取舍之间也是风骨，既已做了取舍，又何必如此自伤？知你爱你之人永不会弃你，或许这就是读了书的好处吧。我也能说出些恰当又合时机的话来。他闭眼半躺在椅子上，看起来像是睡了，腹部较别处的伤更重些，
他的腰极细，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我娘和我说过的话来，男人要生得壮实些才好，腰太细了，连个媳妇也抱不起来，还说什么传宗接代养家糊口。今想来竟有些好笑，他腰虽细，看起来却有些力气。涂好了，其实不用，好了过几日又破了，浪费罢了。他坐直了，我帮他穿好衣服。你将自己护好些，无论如何都该护好些，我该如何护？如今这样，你是我最大的让步，若再让我同旁人一样摇尾乞怜，倒真不如死了算了。他赌气道，我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是啊，说起来多么容易，做起来又该多难。他当初到底是怎样说服自己做了长公主的男宠，又是怎样咬牙忍到现在？他宁愿忍着肉体上的疼痛，也要维护那仅剩的自尊。我饿了，你做点吃的吧。回去太晚没关系吗？今日是他许了的，叫我回家瞧瞧。我如今哪里还有家，只这一个去处了。今日去了牢狱，明日也不出船，家里没什么菜，止水缸里还养着2条鲈鱼，我抓了1条，收拾好清蒸了。他寻了平日里宝珠烧火的小板凳，在厨房门口坐着看我做菜，在砂锅热了剩下的1碗白粥，现成的，蒸鱼又快，又给他捞了半碟醉虾，切了几块腊肉来炒。他吃饭并不挑，每样都做得不太多，他吃得干干净净。我刷碗时，他便站在锅台边看着。他升得高，油灯一照，墙上拉出了好长一道影子来。我想做些别的营生，等老爷夫人出狱了，若是不能官复原职，我想租个大点的院子。2位郎君若是能读书，回来自然还是要读书的。船上的生意虽好，可挣的尾食太少了些，到时候维持生计只怕都难，其余的就更不敢想了。我将自己的想法同他讲了，他垂着眼，眼下好深的一片阴影。你可想过我？他忽然问道。自是想过的，我不知你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，可我想自是和长公主脱不了关系的。皇家的事情本就诡秘，到时候如何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只盼你能安然脱身，就是最好的了。再多的我也不敢再想。他勾了勾唇，像笑了，可又没笑。你想做什么营生？今年生意好，除了给我爹娘捎去的30两和去牢狱打点平日吃穿余下的，我身上还剩下60两并57个大钱。这点钱在汴京租个最偏僻的店铺都不够。我还没想好要干什么，这几日我也不出船了，先四处瞧瞧去，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营生。银子是个好东西，拿银子挣银子自是不难的，可拿人挣银子不是拼命就能行的。银子的事我来想法子，可千万别，你若是有银子早拿回来，怎还会等到今日？你只护好你自己就好了。容我想想，总有法子的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被他看得莫名其妙，蹙眉看着他，他竟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在我脑门上一戳，差点将我戳了个仰倒。我捂着发红的额头，没好气地瞪他，他竟笑起来了，唇红齿白，竟好看得惊天动地。我寻了香绣，问他借了100两银子，这是他全部的提给了，说了半年后还他130两。我卖鱼货时认识了一个跑船的大叔，他家娘子也同我一道做船娘，他们的船专门去东海收珍珠的，又运到京城售卖，听闻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我便求了大叔，给了他2两银子，请他吃了顿酒，将宝珠托付给了何娘子，揣着100多两银子，扮作投奔亲戚的小娘子，随船去了东海。船上还有许多付了钱被捎带的乘客，男女老少皆有。我混在人群里，并不醒目。一去2月余，等我回来时，已是8月初了，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我被海风吹得黑了，宝珠都长高了许多。一来一往，除了还香绣的，我还余下了600多两银子。出海靠的是运气，若是老天爷不许，翻了船丢了性命都是有的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在东大街租了间铺子，后院3间房，我和宝珠住绰绰有余。这一条街卖茶水、早点、宵夜的多，我在这处卖馄饨，自是妥当的。铺子原本就是卖吃食的，只需要将厨房桌子上地上的油渍收拾干净即可。宝珠要上学堂，只能每日下学了帮把手。我收拾了7、8天，又用白灰将墙刷了一遍，将门口的布帘换成了竹帘，又在门口窗台上摆了几盆开得正盛的菊花，只4张桌子，若是3餐皆能坐满，每日我便能挣3两银子。开业前几日我还在为牌匾的事情发愁，半夜大郎君就来了，我和他已足足3月未见，他看起来与往日一样，却又不大一样。我同他见得少，一时间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了。只他穿一身黑袍，翠玉腰带一系，显得腰越发细得不像话了。你一个女娘好大的胆子，竟偷偷跟着出海去了。海上天气无常，你也敢去？若是船翻了，你一条小命早就没了。我不是说过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吗？他蹙着眉头，看起来极恼怒。我是有眼色的，看他生气，便垂着脑袋不去惹他。怎的，不敢说话了？你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本就生得丑，勉勉强强也就占了个白，如今倒好，黑得像块炭，这个样子谁还敢娶你？好好的为何上升到人身攻击了？不劳郎君费心。我爹给我定了门娃娃亲，等温家安然无恙了，我就回老家同他成亲。我摊着脸回道，我家穷的锅都揭不开，去哪里定门亲事？若是真有，我爷奶估计早将我嫁去做童养媳了。我分明看见他眉头一跳，一双黑黝黝的眼盯着我看，我也不闪不避，这是尊严问题。好，好得很，既定了亲，你想如何折腾便折腾吧，只把这条小命护住了。他扔下了一张纸，竟什么都没说，又要走了。我急了，拽住他的袖口，不吃饭腰，我煮碗海鲜馄饨给你吃，保准鲜得你连舌头都能吞下去。我嬉皮笑脸的哄他，他站了半天，才不情不愿的回转来坐下了。他这样的脾气，在公主府是怎么忍下来的？想起他满身的伤，又何必故意气他？他心里已经够苦了，在这一处，他该欢喜地来，再欢喜地走的。你别气吗？你看铺子都要开了，我以后定然不会再胡乱跑了。只是铺子还没个牌匾，既是咱家的事儿，你难道不该出点力气吗？我找了笔墨出来，
又寻了一张纸，名字想好了吗？他提起笔转头问我，海鲜馄饨，来，咱家店里都是老百姓，这样写便一目了然，谁都知道咱家的馄饨馅啊。他笑了笑，挽袖提笔，一气呵成。后来我见过他各种各样的样子，只有这晚他挽袖提笔，脊背挺直，在昏黄的光里留了一个安静的侧影，这时的他才是最好看的，一笔受金，力透纸背，这才该是他真正的样子，似有无数蓬勃而出的生命力，自信又完美。我就那样看吃了，行吗？他转头问我，眼里似落了一条星河。好看，我都看呆了，字也好，人也好，都好看的不像话。他抿着嘴角笑了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年他也只有22岁。他吃了2碗馄饨，出门时我将那张银票又递给了他，让他从何处得来的便还到何处去，不论是怎样的关系，牵扯到钱，感情就不那么纯粹了。他终是收走了那张银票，同我说，你若是男儿郎，那还了得，可惜我是个女儿身，能做的也就这些了。馄饨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我一人忙不过来，便雇了和娘子来帮厨。到年下数银子，我心里便有了底气。日复一日，我19岁这年，长公主回了京城，听闻要暂居了，一时半刻大概不会回来了。公主走了，也带走了她。其实她并不常来，1月或者几月才回来一次，来了也是半夜，只吃一碗饭的时间，话也说不了几句。可我盼着她，念着她。都说美色误国，美色也误人，可美人却不自知。腊月的时候，圣人发愿，虽不知他发的是什么愿，可圣人信道，每日炼丹求长生，天下人尽知。他发愿却发得顶好，毕竟要大赦天下了。温家人刚好也在其中，只姨娘这年得了一场风寒，没挺过来，人就那样没了。我又租了一处院子，共6间房，早就收拾妥帖了。这年其实过得极好，只除了她不在。宝珠已是14岁的大姑娘了，长得亭亭玉立，真正一朵娇花。她的吃正似好了，说话做事条理分明，只有时有些较真。比如我叫她搬回家里住，她死活都不肯，谁说也不行。我已是个老姑娘，可她已长大了，不能日日跟着我在铺子里抛头露面。她生得这样好看，在家待着养养性子，再跟着她阿爹阿娘学些琴棋书画之类的。等日后她长兄回来了，定然能给她说门极好的亲事。我无法，只得带着她回家住。后院干脆给了和娘子一家，叫他们免费住着，既看了店，也帮他们省下了钱，便是一举两得了。我也是自由身，说白了和温家早没了关系，同宝珠住一处还好，可归了家，总觉得不自在。可老爷夫人待我，真如同待亲女儿般，和待宝珠并无不同。2位郎君待我，更是有礼敬重的。我渐渐也适应了，换他们做阿叔阿婶，跟着宝琴换2位郎君做2兄3兄。他走了半年，只字片语都无。阿叔4找到新的爱好，每日去学堂讲半日课，剩下半日便在家教2位兄长。他是正经的举人出身，宝琴已不用去学堂了，每日跟着他阿娘在家读书习字做女工，还得收拾家里买菜做饭。他如今样样都拿得出手。我若再给他备一份厚厚的嫁妆，他想寻个什么样的郎君没有？高门大户有些难，可普通的衣食人家自是不难的。我只求一样，愿她能嫁个爱她护她之人，一生快乐无忧。一日我归家晚，到家时气氛低迷紧张，不知出了何事，家里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说阿叔早上去了私塾，回来就关在房里，再没出来。1日了，什么也没吃。我心里隐约有些明白，他是知道大郎君的事了，这是迟早的，只是晚1日早1日的事罢了。我煮了从店里带回来的馄饨，让其他人先吃，端了一碗去寻他。东边一间房留出来做了书房，他就在书房里，我喊了数声，他才应了。我推门进去，书房里灯也未点，窗里透进的月光只照出一个轮廓来。我将盘子放在桌上，又寻了火折子点了灯。1日不见，阿叔4一下子老了许多，本就花白的头发丝白的更多了。他弓腰他背，一下子再直不起腰了。阿叔是听说大郎君的事了吗？我将碗放到他眼前，又取了筷子递过去，他手抖得竟握不住。阿叔是嫌他坠了名声，还是心疼他？我儿太苦，是我害了他。阿叔竟老泪纵横，他心疼他的孩儿胜于名声。阿叔，你既心疼他，就再不要说什么害不害了他的话，他心里已够苦了。他瞒着你们不说，就是怕有1日你们知晓了怪他怨他，或者又自责难过。他那样苦都咬牙忍下来了，我们更应该往日如何，往后也如何，好好的将日子过好。既是一家人，哪里能算清楚那许多账？待他更应该与平日无异，他才不会觉得别扭难受。我寻了帕子替他擦了泪，可他背着这样的名声，日后如何娶妻生子？阿叔，他是个很好很好的郎君，自有更好的娘子等着他，你无需担心，只需吃饱肚子，养好了精神，等着抱大胖孙子。他那样好，天上的明月般，连眼里都闪着细碎的星光，世上自有识货的好娘子。他也受了太多苦，上天若还怜惜他，自会给他个爱他护他待他一心一意的娘子。7月的时候，我将铺子交给何娘子和阿婶，跟着香秀送东西的马车回了趟老家。我12岁离家，如今7年已过，不知道是我变了，还是家变了。我每年捎银两回来，家里买了40亩水田，盖起了大瓦房。妹妹嫁了人，弟弟娶了妻，爷爷奶奶早就过世了。我那3个闲汉叔叔都娶上了媳妇，日子都还过得去。家与我已太过陌生了，而我对家人也已陌生。弟弟娶的媳妇是个伶俐人，可伶俐的过了头，时时处处打听我1个月多少月钱，身上的裙子多少钱缝的。我不耐烦同他多说，只咬牙忍着。他嘴里的我竟也是姨娘。我爹做了2轮的老太爷，不曾问过一声女儿过得好不好，只一句话，哄好主母，伺候好老爷。若是捞着了银子，记得给家里多烧些，他还得给他的小孙孙攒娶媳妇的钱呢。妹妹见了我就是一通哭求，我爹拿钱给3个叔叔娶了媳妇，却连10两银子也舍不得给他，似乎那10两银子就是路边的石头，随处可见。银子是个好东西，可又不那么好了，它太光亮，
不经意间就将人心里的弯弯绕绕照了个透彻。我娘早几年就没了，却没一个人同我说过。柜子里放着她给我做的2双鞋子，有一双是红的，说是赶着我嫁人，她还要给我做套红袄子。爱我的人却去的那样早，谁都说不清楚她是怎样去的，是不愿还是不敢说都已不重要了。人都没了，说清楚明白了还有什么用？我只待了3日，留下了10两银子，看着他们满眼的失望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已没了家，也没了留恋，只有跪在我娘的坟头前时，我才敢哭。我知道只有我娘才会心疼我这一路走来的不易。8月初我回了汴京，汴京的菊花开了，灿烂又辉煌，开了门就有热腾腾的饭菜，有人等我回家，连被窝都是太阳的味道。看看我来这世上并不是白来一遭，娘，你看自是有人疼我的，我过得很好，你若是真能知晓，便安心去吧，下一世做一只飞鸟或者游鱼吧，只要你想飞多远就能飞多远，想游多广就能游多广。若是非要做个人，若我能嫁个好人，你便来做我的孩儿吧，我定然将你想要的都捧到你眼前，疼你爱你，让你做这世上最开心幸福的孩儿。秋去冬来，河南下了一场大雪，听闻冻死了无数牲畜和人，圣人不想办法赈灾，却摆起了道场。任何事件都是有契机的。除夕夜，长公主反了，理由便是圣人是个昏君，不配做皇帝，他要效仿母后，做一代女皇。他斩下了亲弟弟的脑袋，第2日就死在了自己的寝殿。朝中大臣以宋阁老为首，纷纷拥护太子继位，只几日，大清的皇帝就换了人。老百姓不关心谁做皇帝，只要能让他们过好日子，皇位上哪怕做个3岁的娃娃他们也认。太子与他那死于非命的爹确实不大相同，没几日就将赈灾的事安排妥帖了。朝中上下谁不说陛下英明？汴京城外的流民只用了1日便不见了踪迹。听闻想归家的安排送回了家，不想回的就地安排了，分了田地，还要帮着建房子。其他的我不懂，可看这行动力，新皇必然不是个简单人。4月春风正好，吹得不冷不热，我在后门收了送来的鱼虾，宝珠便风风火火地跑来了，问他何事，他只掉泪，结结巴巴说不清楚。我以为家里出了事，拉着他就往回跑，可到家门口时，只一群人围在门口看热闹。门口停了一辆马车，老梨树上拴着数匹高头大马，好不容易挤进去了，才进了院子，见家里人都在院里待着。家里房子窄小，确实哪个屋子也装不下这10几个人，只能搬了椅子在院里说话。正中坐的人面白无须，头发却花白，一身灰色布衣，年纪该比我阿叔都大许多。我知他定是宫里来的内侍，既做了平常装扮，定然是不欲声张的。我拉着宝珠过去行礼，阿公安好，家里窄小，委屈阿公了。他十分面善，并不像话本子里写的那样刻薄且声音尖利。他亲自扶我起来，我心里疑惑，却又转身扶他坐了回去。你可是宝银丫头，他竟知晓我的名字，但以我的年纪，叫声丫头已然不大适合了。是，我是陈宝银，听闻你做的海鲜馄饨一绝，不知老夫今日可否一尝？竟连海鲜馄饨也知晓吗？我猜他定然和大郎君是认识的。今早刚收的海鲜还在铺里，二兄你去铺里取来，顺便让何娘子将以及肉切3斤。三兄同我一道将上房收拾出来。客人坐院里总不是事儿，毕竟身份在那摆着，总不好让人家在院里吃饭吧。上房还宽敞些，平日阿叔阿婶住着，外面是客厅，一道屏风隔着，里面便是床，将我和宝珠房里的屏风搬过去，稍微收拾了一下。坐着吃顿饭也不算十分寒碜了，其余数10个护卫便安排在了二兄与大兄的房里。宝珠跟在我身后抹眼泪，直到他哭罢了。我问他怎得了，他说刚才的阿公说了，要我们过些日子搬到京城去住兔，长兄正使人收拾房子呢。阿姐去不去？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日的，便摸了摸他柔软的发顶。阿姐都多大了？这些年不嫁人是为了守着你，如今既你长兄要接你们同住，你欢欢喜喜的去便是了。阿姐是要嫁村口的狗蛋的，等阿姐嫁了人，你想回来同阿姐住便回来，京城离汴京才多远的路？就这事也值当你哭？我一边和面一边哄他，若是真有个村口的狗蛋也很好，至少我还能嫁他，心里便没了妄念。既是妄念，自然是痴心妄想。阿姐骗人，何时来的狗蛋？我阿娘明明同你说过，要我长兄娶你做媳妇，长兄若娶了你，你就是我长嫂，便要同我们一同回京城的。我才知晓原来他叫温素，字如初。若是当年我应下了，我摇头苦笑，应下了又如何？仕途本就艰难，他有了那样一场经历，自是比别人更加艰难，自该娶一门能给他助力的娘子。我能给他什么？况且他待我并无不同。谁说你吃了？乔乔说出的话竟是有理有据的。我同那狗蛋定的娃娃亲，去随我归家时，才知晓他到如今都没娶媳妇，还在等着我呢。我如何能辜负他？万不可在旁人面前提起你阿娘说过的话，会坏了你长兄的名声，知不知道？他吭吭哧哧半天，我能不能跟着阿姐一同嫁去那狗蛋家？你说呢？谁家娶媳妇还顺带养个小姨子的？等我们在老家成了婚，自然还是要回汴京的，铺里都是阿姐说了算，你自是愿住多久便住多久，阿姐养着你。宝珠便如同我养大的孩子，我们相依为命数年，他待我一片赤诚，舍不得是自然的，只为了传句话都是宫里的内侍亲来。且看那内侍的待遇，自不是一般人。宝珠跟着温家去京里，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。除了馄饨，其余皆是些家常小菜。吃完饭，他们便要回京了，那内侍却要和我独自说几句话。屋里只他和我，他坐着，我站着，他将我看了又看，我任由他看。如初和圣上算是师兄弟，圣上做太子时并不得喜爱，甚至一度被放逐山西，圣上便在山西的书院读书。除了如初，还有个奏将军家的小儿子飞扬。三人一见如故，直到圣上被接回了宫中，三人以书信往来，从未断过。如初有经世治国之才，后又连中3元，入了翰林院，温家受难，其中波折无数，皆是为了圣人。如初更是以身犯险，飞扬在边关养精蓄锐，才有了如今的圣人。他二人在圣人心里的地位，
旁人如何能比？如出日后仕途更是不可限量。宋阁老求了圣人赐婚，要将家中小女嫁给他。圣人招他问话，他说家中有一中仆，待他照顾幼妹，孝顺父母。今年已是个22岁的姑娘了，他若不娶，岂不是不仁不义、忘恩负义之徒？圣人让我来问一句，除了嫁他，可还能用别的方式报还这恩情？中仆，你看我在他心里不过一个仆人，连个普普通通的女娘都算不得了。圣人已给足了我颜面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自是得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才好。阿公多虑了，我所做不及当年温家待我万一，何来恩情一说？我爹自幼时便给我定过一门亲事，我去岁归家，他还在等着娶我。我和宝珠相依为命数年，自是舍不下他。如今大郎君既已重回仕途，我自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。等他们归了京，我便要回老家成婚的。阿公只给圣人带一句话，温家不欠宝银什么，宝银今日算是报还了欠下温家的。若是大郎君日后成婚，宝银能喝一杯喜酒，便再好不过了。一个荒说的次数多了，我自己都要当真了。四村头真的有个狗蛋，在痴情不悔的等着我去成婚。我出身贫寒，幸而遇见了温家，才撕开了七窍，懂了人世无常，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想寻的爱人不仅仅是个男人，一个能赤诚待我，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人。若是不能，即便我深爱他又如何？我既爱得起，又有什么放不下？大不了孤身一人终老，毕竟谁也不知晓死期是哪一日，或许连终老都做不到呢。你是个敞亮丫头，走到哪处都不会过得差。既如此，我便原话带给圣人了。若是哪日嫁人，我真好得闲，自要套杯喜酒喝。阿公只需身体康健，自有那一日的。我笑着将他搀出房门，等人走了，我便回了铺子。铺子里生意忙，归家时已是半夜。阿婶却点着油灯等我。今日人人都有话对我说，可我却不大想说话。他从前定是个风雅人，春日里的桃花梨花摘下蒸了一晒，便是余下3季的一道茶。他泡的是桃花茶，白瓷里一碗粉色的茶汤，只是看着也能觉出好喝来。宝银，10日后我们入京，你一同去吧。我如今还是那句话，若是你愿意，我便让素儿娶了你，我们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不想他要说的是这样一番话。我说温家人好，竟一字未错。他也花白了头发，这些时日养着，白了些胖了些，可和旧日里那温雅的官家夫人比，已是老了很多很多。阿婶，他这些年的日子是黄连水里抛出来的，好不容易得了自由，就让他做自己想做的吧，何必再逼他？我拉着阿婶的手，低着头，一个字都再说不出来了。若是再说，我便管不住眼泪，可我不愿意掉眼泪，眼泪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你这孩子终是我们温家欠你的，日后我就是你亲娘，你阿叔便是你亲爹，你万不可断了这条路。若是得了闲，回家看看总是行的吧。我在窗前坐了一夜，不知是15还是16，月圆如盘，发出的光清冷却一点也不暗淡，它照亮了黑夜，可自己一无所知。第2日开始，家门口车水马龙，连个站着地儿都没有了。我带着宝珠住到了铺子里。第5日二兄来寻我们，他是个温润慢吞吞的性子，从没见他发过火，可这日他来，脸色并不好，眼下黑眼圈大的瘆人。宝珠端了碗馄饨给他，他3两口吃了，又要了一碗，4数天没吃过饭班。宝银，阿娘叫我换你家去，她昨日已病了，家里往日断了的亲戚一波接一波，昨日舅舅一家来了，气了阿娘一场，今早玉娘又回来了，不知和阿爹阿娘说了什么，阿娘竟气晕过去了，他们也不走，还不依不饶的在家待着呢。阿爹拿棍子赶他们，如今闪了腰，躺在床上动弹不了。我让3弟去请郎中了，家里的院门都被挤坏了，阿娘说这院子是你的，叫你回去做主。他的语气又是无奈又是好气，我本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，不好多说什么，却不想来的人竟这般没皮没脸，我被气笑了。本不想带着宝珠，可他非得跟着，我们3人走得快，不过1刻钟便到家了。家里的2扇门不知是被拆了还是真的挤破了，如今就丢在巷口，一众下人坐在上面嗑瓜子说闲话。看来温家的亲戚并不穷吗？都能使得起下人。温家落难时，没一个站出来说句话。如今大概听说大郎君有了出息，京城不敢去，便跑这儿撒野来了。正屋里挤挤挨挨，男女老少坐了不下20个人。阿叔就躺在2兄和3兄的房子里，地下站了一群人。我和宝珠的床上躺着孩子，温家的大小姐玉娘正在给床上孩子换尿布。你们都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谁让你进我和阿姐屋子的？宝珠可不会忍，冲进去就将换尿布的玉娘扯了起来，样子又凶又狠。她虽从不说，可玉娘她该是记得的，毕竟是她的亲阿姐，旁人也就罢了。或许刚开始她确实也有苦衷，可整整8年，她真腾不出几日来看看吗？她也不是我记忆中的大小姐了，梳精致的头发，戴金灿灿的首饰，身材已略微发福，眼角眉梢都是刻薄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能惊艳岁月的少女了。泯然众人，时间是个好东西，不是吗？你是琼娘，我是你阿姐啊，怎的连我都不认识了？莫非这痴症越发严重了？我给你小外甥换尿布呢，你扯我干甚？他还想回去，可宝珠扯着他不放，一双又大又圆的眼里满是泪水。我叫宝珠，你是谁的阿姐？不顾家里人的死活，既8年都不曾来，今日为何要来？来了为何又要将阿娘阿爹气倒了？玉娘身子一僵，脸上的慌乱一闪而过。什么宝珠？你是琼娘？姐姐这些年是有苦衷的。宝珠不愿再听他说下去，扯着他到了院里，房里的人便都跟着出来看热闹，屋里终于清静了。我让3兄带着郎中去看诊，宝珠还不松手，眼看2人就要撕扯到一处了，我怕宝珠吃亏，宝珠包着2包泪，哭哭啼啼松了手，站在我旁边可怜巴巴像只小狗。刚开始那几年过的苦，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剩了口粮给他吃，将他养得白白嫩嫩团子般，从不舍得他掉一滴泪。今日旁人竟要打他，叫我怎么忍？这家做主的如今是我。诸位有事同我说。我摸了摸宝珠的发顶，他便更委屈了，瘪着嘴不停地掉泪。你是谁啊？竟连我上叔外甥家的主都做的，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说话的妇人40-50岁，膀大腰圆，
该是阿婶的娘家人。一群人开始附和，七嘴八舌，吵得我头疼。你是何人，敢在我温家撒野？玉娘开了口就是呵斥，我当年不过一个粗使丫头，她自是早不记得了。首先我不认识什么尚书，其次这院子是我租的，契书就在我柜子里，大概约莫暂时他也只能姓陈。再就是我并没有你们这样的亲戚，你们来我家可递了名帖，得没得到我的许可，记都没有，我能不能去衙门告你们私闯民宅？退一万步讲，即便如今温家人和我住在一处，不管是要升官还是想发财，若是你们所说的尚书是温家大郎君，难道不该去京城的尚书府寻他？来这里逼他的父母兄弟又算什么？消息这么灵通，温家当年落难时知不知晓？我知，定然都是知晓的。自然是个家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温家都能体谅理解。这些年温家人可上过你们的门，人要脸树要皮，摸摸你们的脸皮，有没有城墙的砖厚？撕下来能不能将城墙加高5尺？今日竟还敢寻上门来，不要脸的我见过。这般不要脸的实属难得，你们过往所做之事，温家大郎忍了便罢了，若是不忍呢？得亏温家人有修养，我若是温家人，今日既得了势，就将往日那些冷血看热闹的亲戚，一个个放油锅里炸了听响解气，再不然也抓去大牢里待个3年5载。谁家还没点不足为外人道的肮脏事儿啊？随便寻2、3个有何难的？孩子不懂事，一把年纪胡子都快长到腰上了，黄土都堆到了脖根下了，也跟着不懂事儿吗？这时候难道不应该夹起尾巴来做人？养精蓄锐的道理懂不懂？或许过个几代温家就将旧事都忘了呢。总得给后代留条活路不是？你们倒是狠，将自己的路堵了，将你们家后代的也一并堵死了。我只听过恩将仇报，可从没听过仇将恩报的。我若是你们，定然现在立刻就回家去，日日烧香盼着温家大郎君将我忘了才好。一番话说得我口干舌燥，又是我在村里吵架，能不换花样的骂一个时辰也不觉得累。如今真是上了年纪，说了这几句就觉得累了。你是哪里来的丫头片子？我是大郎的嫡亲舅舅，他莫非连舅家人也敢欺辱？这就是那位土都堆到了脖根下的，因是亲舅才显得更可恨。当年要被杀头的莫非不是你的亲妹子妹夫，不是你的亲外甥？你是如何狠得下心的？至少去牢里看一眼总做得到吧？当初既不顾亲情人伦选了明哲保身，今日就更没脸站在这儿做什么舅舅。大郎君已不是当年的大郎君了，若还想拿亲情血缘威胁他，他是再不能了。他能孤身一人走到今天，你还觉得他是个好惹的？妈，回去喝点药醒醒脑吧。不过一瞬，院里的人已走了七七八八，留下的几个都是跟着玉娘的。她是温素嫡亲的妹妹，要如何是她温家的事，我不愿再多说。总之人既不要脸，又觉得自己轻易不会死，那他大概已经天下无敌了。郎中恰巧出来了，我询问了阿叔的伤，只是岔了气，贴2副膏药，休息2日便好了。阿婶却是气急攻心，需先吃药调理。三兄跟着去抓药了，家里被折腾得不成样子，待我和宝珠二兄收拾完，天都黑透了。玉娘将同来的人打发走了，却带着吃奶的儿子牢牢地站着我和宝珠的床。晚上熬了粥，现买了包子，他吃得理直气壮。我本想回铺里，怕他又将2个老人气出个好歹来，便准备和宝珠阿婶挤一张床，又在书房里给三兄搭了张木板，铺了2层褥子，拿了一床厚被子。二兄和阿叔挤在另一张床上。不想我们还没睡下，玉娘哄睡了孩子，他又来了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，声泪俱下的叫了声阿娘。阿叔该是听到了动静，扶着腰带着二兄同三兄来了。我本欲避出去，可二兄不让我在床上坐着。一家人站的站，坐的坐，只玉娘一个跪着。阿叔叫二兄搬了张椅子给他，要他坐下。阿叔靠着三兄的肩头坐着，我和宝珠跪坐在床上，衣服还没来得及脱，阿婶起不了身，闭着眼睛躺着，眼窝里盛了2泉泪，看着让人心疼难受。宝珠掏出手帕给他阿娘擦，嘴里喃喃地唤着阿娘，别人便也罢了。宝银打发走了，我也不再说了，只你是你娘当初要死要活生下来的，一连生了3个儿子，等生下你，你娘待你如珠如宝，将家里最好的都给了你。你3个兄长过了12便送去山西读书，因是儿子，自不能教养。每年除了束修，我和你娘1年只给他们5两银子，他们每次回家，哪次没给家里人带礼物？那都是他们省吃俭用攒下的。只你说要学琴，几百两的琴，看上了就要买，我和你娘可说过什么？教你弹琴的老师1年得花多少银子？你每季都要制新衣打首饰，旁人都说你知书达理，却不知你骄横放纵。等我同你娘发现时已然来不及了。当年我同你娘看了多少人家才给你定下了内阁中书郎，人家能同意这门亲事，还是因为他弟弟同2郎是同窗，觉得你3个兄长人品端方，不是因为你真的才华横溢，你却因为人家长得丑要死要活的不同意，最后竟与那苏家生私定了终生。他爹与我同科，一个从7品的官，每日留恋花楼，只家里的姨娘就有7、8个。苏家生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？与大郎同岁，数年只考了个秀才。你那婆母出了名的浑人一个，当初你嫁人时我可同你说过了，你既嫁了，你娘当初几乎将家里成风给你填补了嫁妆，再苦你也得自己过。家里一朝遭难，除了穷娘一个都不留地抓了进去。你长兄当初并不同我们关在一处，你娘以为他死了，眼睛都要哭瞎了。后来得了你长兄还活着的消息，才好了些。我和你阿娘还担心一个才7岁的穷娘，怕早都让人给卖了。你2兄3兄日日都挨打，每日2餐饭，馊了的馒头你可吃过，照得见人饮的米汤你可喝过。我们谁不知温家获罪？你在苏家过得艰难，谁也没怨你。你不是问他是谁吗？他是救了我温家全家性命的人。过了1年，他带着穷娘来看我们，那时他也只是个半大的丫头，怕有人要抓穷娘，便给他改了个宝珠的名字，自己瘦高像根竹子，却将宝珠养得白白胖胖团子般，还给我们每人缝了一身袄子，带了酒又带了吃食，塞了钱给牢头，让他请了郎中给你阿娘看了病，要不那年你阿娘早该病死了。数年风雨无阻，吃的穿的用的从不曾少过，连护膝都记得，
你长兄就下了我们的命，他护了我们衣食周全，整整6年，你连来看一眼都不曾，既当初没来，如今更不该来。你为着苏家来，我今日便替大郎应下了。不论是你公公还是你夫婿，大郎只保举一人，看是你公公想升官，还是你夫婿想当官，等想好了便递个信儿来，以后你和温家便再没关系了。他陈宝银日后若做不了我温家的掌家大妇，便是我温家唯一的大姑奶奶。不论到何时，温家的主他也做得。明日天一亮，你便去吧。今日你同温家的缘分便尽了，温家再不欠你的，日后你过的是好是坏，全看你自己了。屋里除了呼吸声，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安静的有些瘆人。玉娘扑倒在床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阿娘，你听阿爹说的什么？竟不要亲生的女儿了。阿娘，你说话呀！你阿爹的意思便是我的，去吧，我累了，想睡了。阿婶看起来确实累了，玉娘的力气哪里有我的大？我下了床，连扶带拉的将她送回了屋子。她扯着嗓子嚎哭得惊天动地，儿子睡在床上哭也不管了。我今日对她忍了又忍，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反手给了她一巴掌。总算安静了。悄悄告诉你，你若还想赖着温家，阿叔答应的事也能不做出，你信是不信？他似乎是被打懵了，我贴在他耳边说了这样一番话，他似忽然又醒了过来，赤红着眼想要打我，我抓住他的手。我这人不仅脾气不好，还总爱同旁人作对，我便先寻个人将你那夫婿给宰了如何？到时你是要在苏家守寡，还是回娘家？可你那时早就没了娘家，想想你那婆母，若是到时候他知道是你害死了他，他会不会撕了你？我若是你，便见好就收。你长兄能走到如今，温家人能活下来，你不知他都舍弃了什么？你既不曾心疼过他，又有什么资格伸手来摘他用血肉种出的果子？我伸手一推，他便摔在了地上。第二日一早，玉娘就走了，我起得晚，连面都不曾见着。将养了10几日，两个老人家慢慢都好起来了，家里再没来过一个人。温素派人来接他们，10年未见的儿子，怎会不想？没什么收拾的，坐了马车便能走。我说的话你可都记下了，到了京城可不比这里，定要听阿娘的话，待阿姐回老家成了婚，来了汴京就来京城接你，你便住在阿姐家，想住到何时便住到何时，阿姐养着你。这是我哄宝珠的话，她哭着不肯上马车，我便笑着哄她。我也不知再见她是何时，或许那一日我真的加了狗蛋，终于能将她放下时吧。马车载着温家人远去，4带走了我所有的力气。我躺了整整2日，收拾了行李，吃了一顿饭，将铺子留给何娘子。时间太瘦，指缝太宽，2年4只是转眼间的事情。东海离着京城10万8千里，我住的渔村里，有人连年号都不知。我终将自己熬成了老姑娘，即便成了个老姑娘，我也没能如愿的寻到狗蛋，毕竟见过的人太惊艳，春花秋月都不及他半分。看旁人就像看着一堆烂白菜，如何下得了嘴？我也没嫌弃别人的资格，勉强只能算一头不怎么好看的猪吧。请理解我还想拱一颗好白菜的心情，毕竟猪的想法就这么单纯，一生约梦只向往着一颗好白菜。我背着这2年收的几百颗珍珠，最好的自然是要预购，可最好的估计都在我这儿。等我慢吞吞到京城时，已是大雪纷飞的冬日了。我包里的珍珠早没了，怀里揣着轻飘飘的数张银票，银子让我踏实。如今我想在京城开店，也有买间铺子的资本了。等我安顿好了自己，打听清楚温家在哪儿时，那日恰巧是冬至。冬至祭祀敬师，从没听说过姑奶奶回门吧？说起温素，京城里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半个时辰，历朝历代再没有比他更年轻更能干的户部尚书了。国库如今极丰盈，连圣人的小司库都满满当当，已减免了2年赋税。我就想知道国库的银子是打哪儿来的？关键他至今还是大庆长得最好看且最位高权重的单身汉，有女儿的人家谁不想让他做女婿？又传他有隐疾，要么断袖，要么就是不举。我就想问，那宋阁老家的小女儿呢？这断袖不举又从何说起？不过一个这般优秀且31还不曾娶妻的男人，确实让人生出许多遐想来。他的过往我自是清楚的，莫非真是心里受了刺激，不能喜欢女人了，或者真是不举了？虽都是猜测，可是真的很合理啊。温家真的很好找，皇城根下东边第4家就是。听闻他家的邻居分别是怀王府和宋阁老家，可见圣人对他的偏爱是如何的明目张胆、人神共愤了。门口并没挂什么花哨的牌匾，只温府简简单单2个寿金，我一看便知是他的手笔。门口的石狮子十分威武，显得探头探脑的我无比猥琐。估计平日来温府的人极多，门房摊着脸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1没拜帖，2没人引荐，今日还是冬至，尚书大人该放了3天假，进这道门怕真的极难。那门房将我看了又看，又从怀里掏了一张纸出来，看完又看我，我还来不及说话，他便嗷一声跑了，吓了我一个机灵。大姑奶奶回来了，大姑奶奶回来了，估计半个京城都听见了。温家有个多么了不起的姑奶奶啊！冬至这日回娘家就不说了，竟还惊起了半个京城潜藏在暗处的老鸭。于是冲出了一群家丁，最前面的人管家模样，毕竟对着谁都能笑出一脸褶子是管家最基本的素养。他的嘴咧得太大了，我有些害怕。我这2年既没违法也没犯罪，怎么笑得这般瘆人？可进了门，其实并不像我想的那般奢华，处处都简约，处处又不简单。户部尚书管的是银子，搞得这般含蓄风雅和身份不符吧？过了门厅，穿过回廊，京城里的院子便是这样4方4正的，前院主要用于办公，后院才住人。可不待我进后院，有人将我堵在了月亮门，数年不见，有人还是芝兰玉树，气质更胜往昔，有人面如锅底灰，即便特意收拾过了，还是丑得多姿多彩。我没想到第一个迎出来的会是他，估计他刚才是在房里，身上穿的只一件织锦白袍，腰间系着条白玉腰带，腰间垂着一块碧玉，玉打得如意结，既精致又好看。他蹙着眉头，一双桃花眼微微眯着，嘴角的痣依旧惑人。岁月对生的好看的人总是格外容忍，他真的几乎没变。我撇了撇嘴角，扬声唤了声大郎君。论起温家，我最不熟的便是他。
我能叫二兄三兄，却怎么也叫不出那声长兄。怎的？如今想起回门了？他紧着腮帮子，话里都带着刺。是，既是娘家，我想何时回不成？我不软不硬的回了一句。我刚进门还不曾惹他，为何冲我发火？我还委屈呢。看来嫁了人底气都足了，不敢顶嘴了。你那狗蛋夫君呢？家里只我同他2个人，都来时在家看孩子。去你的狗蛋夫君，你倒是记性好。他蹙着眉头，看起来累极了。我其实最不愿意同他顶嘴，可脑子里中途那2个字就像魔咒，总能在一瞬间摧毁我的忍耐力。你过得好吗？怎的黑了瘦了？他终于心平气和地问了一句。我点了点头，除了没有他，哪里都好。你呢？好不好？如你所见，我如今是户部尚书了，能有什么不好？也是，他如今做的都是他想做的，谁也不能再强迫他，还有什么不好？我去后院见见阿弟阿娘，我都是温家的大姑奶奶了，再叫阿叔阿婶不是见外吗？去吧。我转身进了门，一众家丁押解犯人般压着我，生怕我跑了。我都来了，还能跑到哪儿去？宝银啊，我的，你这天杀的孽障，还不快来让为娘看看？阿娘已养得白了些，只又填了白发，人还瘦削，她今年也不过50，却已成了个慈祥的老太太模样。她穿着玄色衣裙，肩上披着件同色裹了白狐毛的斗篷，抹额上一颗红宝石有鸽子蛋大小。我奔过去跪在老太太眼前，不敢抬头，不敢吭声，任她用拳头轻轻地捶在我的肩头。岁月多么可怕，处得久了，即便没有血缘，也能生出亲情来。这可不就是我的阿娘吗？一个离家2年没了音讯的女儿，骂一骂捶一捶都是轻的。你这个孽障，真正是要担心死我同你阿爹吗？阿娘，儿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只管捶，捶到满意为止。我拉着她的手放在胸前，忍着泪看他，他却将我揽进了怀里，老泪纵横。你这孽障啊，生生是要逼死我和你阿爹！你长兄派人去汴京接你，说你回了老家，又寻去了老家，你也不曾回去，将能寻的地方都寻了个遍，却不见你的踪影。我们都以为你死在了外面，谁知你这孽障还知道回家，原来去寻过我了。刚才为何还一本正经的问什么狗蛋夫君？我为何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？阿娘难道不知我是属猢狲的吗？哪里会那般轻易的死？阿娘可千万别生气了，为我这样的泼皮猢狲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的。等兄长们回来，岂不是还要打我？我起身抱着阿娘一通摇，你这是狗熊撼树呢，还不快放开，都要被你摇散架了。我便不再摇了，将下巴贴在他的肩头。阿娘，你不知我有多想你们，可总有不能回家的理由。因为我还不能说服自己死心，还没有勇气面对。既想我们了，为何才回家来？你看你瘦成什么模样啊，下巴尖的都能戳死人。如今回家来了，阿娘定然将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阿娘拍着我的背，既温暖又安心。怪道说月是故乡明，有家真好。天太冷，进屋去吧，我再不走了。以后日子还长，阿娘想怎样养便怎样养，我都是成的。我扶了阿娘进屋，脱了斗篷上了炕，屋里还烧着地笼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有婢女接过了我的斗篷，阿娘拉着我上炕。我看着另一个立着的娘子，年岁比我小些，容长脸杏仁眼，皮肤微黑，小小一张灵唇，她梳着夫人发髻，看穿着打扮，定然是家里的主子。我不知她身份，不敢贸然上炕。她是惠娘，二郎的娘子，去遂城的亲。我赶紧俯身行礼，唤了声二嫂，她忙伸手扶了我。姑奶奶回娘家便是最大的客，何须多礼？快快坐下吧，家里人念你，不想今日却回来了。我已让人去了怀王府上接宝珠了，若是没去宫里，最多2刻钟他该到了。等他见了你，不知又是怎样一番折腾，你且攒着力气哄他吧。二嫂说着便笑了，一看就是个爽利人，行之有度，家教定然很好。二兄性子闷，就该娶个这样爽利干脆的。宝珠竟做了王妃，我便不推辞了，跟着上了炕，拉着二嫂也坐下了。她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，等家里知晓时，她已有了身孕，你长兄将怀王保了送进了宫。她年纪同你二兄只差了2月，圣人拿了鞭子将她好生一顿抽。她在殿上跪了3日，圣人不忍心，招了你长兄进宫，才商议着定下了婚事。你不必操心她，她如今肚子里揣着个孩子，谁能奈何得了她？阿娘嘴里是嫌弃，可听起来又像炫耀。宝珠嫁得这样好，真让人欢喜。她哪里是因为有了孩子才那样？怀王待她真正是如珠如宝，看着他就像看着眼珠子，那眼珠子还有2颗，独他就那样宝贝。怀王本就镇守辽北，眼看他要生产，离京的日子推了又推，如今更好，你回来了，怀王再要带走宝珠，怕是再也不能够了。你3个兄长因为宝珠未婚先孕的事急不喜他，日日撺掇着宝珠赶王爷走，如今走怕是不能了。看来我辽北边境要换将军了。二嫂道，我给他起宝珠这个名字，就是望着他日后能嫁个这样待他的人，那人是真的待他好，这便足够了。你那兄长一把年纪了都不懂事儿，王爷带宝珠掏心掏肺，去哪里寻个这样文武双全的郎君？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阿娘笑骂，丫鬟倒来了茶，摆了点心果子，阿娘便拿了一枚桃花酥给我。在汴京时我便爱吃，每日都要去祥和寨排队买。阿娘怕是不知，他们那是嫉妒，毕竟都是一把年纪了，却不成想让小妹妹抢了先，不仅先嫁了人，还先有了身孕，这如何能接受？阿娘，嫉妒使人邪恶，你说是也不是？我吃了口桃花酥，还是旧日的味道。想象他们为难妹夫撺掇妹妹的样子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阿娘想了想，忍不住也笑出声。二嫂拿着帕子捂着嘴巴，肩膀不停地抖，伺候的丫鬟也抿着嘴笑。3个一把年纪还邪恶的男人，自己不争气还嫉妒旁的人，不可笑吗？我儿回来了。门外传来了阿爹的声音，我赶忙下了炕，端端正正地跪在地上。是，不孝女宝银回来了。阿爹进了屋，人还是那样，可精神极好。他也留起了胡子，看我跪着便伸手扶我起来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了。阿爹以为将你弄丢了，怎的瘦了？约莫在父母眼里，你多胖都觉得你瘦吧。我扶着阿爹上了炕，他盘腿坐下，叫我上炕坐在他旁边，我便跪坐着，将这2年的事情略微讲了讲。其实并没什么好说的，进去了这许多地方，
也算是看过外面的天地了，定然是吃了许多苦的。日后便安稳的在家待些时日，陪陪我童娘娘吧。阿爹摸摸我的头顶，我也是25岁的老姑娘了，却还有人疼着宠着，我也是极有福气的人，不是吗？是。日后我不再出远门了，在家里安心的陪着阿爹阿娘。桃花酥可吃了，你不是最爱吃这个吗？日日都排队去买，就这桃花茶，你一气能吃4、5个。正吃着呢，你就来了，快让他先吃口点心，喝口茶。出门在外哪里能吃到合心意的？阿娘将茶杯递给了我，我就着茶水吃了3块，阿娘便不叫我吃了，怕我吃的太多，一会儿吃不下饭。二兄和三兄来了，阿爹不叫我下炕行礼，他们没有上炕的待遇，丫鬟搬了2个方凳来叫他们坐。二兄去岁考了个探花，如今在翰林院供职，只他喜欢修史，走火入魔的那种。阿爹说不强求他，他爱干啥便干啥，他还是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。温家人都生得好看，二兄又爱笑，笑起来很温和，说话不疾不徐，让人如沐春风。三兄更像阿爹，高些壮些，性子实在。温家唯一一个不爱读书的，他如今就职于工部，忙着给圣人建房子，这我就很佩服他。对三兄失望了吧？到头来做了个泥瓦匠。三兄摸了摸后脑勺，笑得挺羞涩，这我可不能苟同。三兄说的泥瓦匠可是能建造出威武霸气的皇宫，如诗如画的园林的泥瓦匠，别人想都想不出，我三兄竟能造出来，看看有多了不起。三兄眼睛亮了，抿着唇角笑了起来。温家的郎君皆是了不起的人，不管是做的是什么，定然都是顶尖的，别人望尘莫及的。只见一个肉球灵巧的从2位兄长中间穿过，上了炕便将我扑了个仰倒。阿姐，你这个骗子，说好你嫁人了就接我去汴京，你嫁去了哪里了？怎得2年多了才来？这个肉球是我养大的女孩，说说想，我自是最想她，不想如今她都快要做母亲了，还这般模样，叫我怎么说好呢？本还想抱着她哭一哭，可一看她那小模样，我一滴泪竟然都掉不出来了。这是如何养的？孕妇的气色都这般粉嫩，除了肚子，宝珠竟没怎么变。如今嫁了人，还是我常给她梳的一条大辫子，同我的一模一样。她哭起来哼哼唧唧，像是撒娇，可爱的要命。都是阿姐的错，不该回来的这般迟。若是下次走，阿姐定带着你一起。炕下立着的黑衣俊朗的男子的脸越发黑了，我知道他是谁，自然不敢再说下去了。拐走王妃什么的就算了，我这颗脑袋虽不值钱，可他还算重要。阿姐若是在骗我，便是小秃狗。你阿姐我是猪不是狗啊？指谁说她的吃正好了的？都20岁的人了，怎么动不动就说这种要人命的话呢？我养的团子什么时候这般不懂事了？好不容易哄好了宝珠，见了王爷自是要行礼的，可宝珠死死抱着我一个胳膊，眼睛像2个灯笼盯着我，让我怎么下得了炕？自家人没那许多俗礼，长姐只管坐着就是。王爷开口解了我的为难，长姐，我怎么敢应？他和二兄同岁，金花，你搬个方凳给他，叫他同兄长们一处坐着去。看来在我们温家，贵为王爷也没上炕的权利啊。我看其他人也没行礼，王爷还极客气的挨个叫了一遍人。我摸摸我家的宝珠，驯服有道，做得不错。一家人坐着说些闲话，他却姗姗来迟。王爷叫他，他连个眼神都欠奉，那样子让人恨不能踹他一脚。他做得倒好，一屁股坐在了炕沿上。长兄，你还不下去？阿爹说过了，他和阿娘的炕只有我同阿姐能上，你同他们一处坐着去。宝珠抬着下巴说的有理有据，我咬牙忍着笑。你刚让人家夫君吃了瘪，看看人家没一时便讨回来了。他脸皮厚，悠悠然地站起来，一双桃花眼扫了我同宝珠一眼。我也仰着下巴看他，你不是挺能耐吗？终究还是有我能做你却做不了的事。他眼里流光一闪，竟笑了。他笑起来有种惊心动魄的美，我倒真是忘了，咱家和别家不同，姑奶奶最值钱。他慢吞吞地说了一句，问二嫂何时开饭。天快黑了，竟然这般快就到了饭点。一家人围在一处吃饭，温家没有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，或者原本有，经历了一场生死，条条框框的规矩看得便不那么重了吧。菜品很丰富，有我吃过的，多数却并不曾吃过。阿爹开心便要喝几杯，儿子女婿哪有不陪的道理。阿爹阿娘坐了主位，我在阿娘旁边，宝珠在我旁边，二嫂在宝珠旁边。虽是圆桌，也没有这样做的规矩，可谁叫我和宝珠是家里最值钱的姑奶奶呢？我们几个凑在一处说话，我又将去了何处做了什么说了一遍。我也想去看看大海，等我生下孩，阿姐带我一同去吧。宝珠不怕死地问道。我瞟了一眼王爷，不知是我心虚还是别的，总觉得他的脸越来越黑了。我不敢多说，夹了筷子菜给他。阿姐，我想吃你做的馄饨。他又撒娇说道。现在吗？我去给你做。想吃什么馅儿的？素的还是肉的？加葱吗？我说王爷，要么你将你家王妃带回去。我家大姑姑奶奶刚进门，她就使唤上了，回你们家想吃什么自己做去。温素语气挺严厉，我看王爷倒是挺开心，只宝珠包着一泡眼泪，看看温素又可怜巴巴的看着我。我不吃了，阿姐别让长兄赶我走，那样子活脱脱在王府受了虐待似的。别哭了，等吃完晚饭消完食了，阿姐便做给你当宵夜吃可好？你如今怀孕了，不能动不动就哭，等你生了孩，他若也是这般动不动就哭，你说你有没有耐心哄他？若是你委屈了同他一起哭，王爷是哄你还是哄他？你要多笑，到时生个爱笑的孩，你哭时他便能同王爷一道哄你了。他歪着脑袋想了片刻，将眼泪一抹，欢天喜地的又吃了起来。要说哄他，只他阿姐最管用。阿娘摸了摸宝珠的脑袋，阿娘，那是我阿姐讲的话都有道理啊。又是阿姐哄我睡觉，我那是刚离了你们，总是害怕的想哭。阿姐说，若是想哭时，就想想平日里你们对着我笑的模样，我自然就会笑了。我照着阿姐说的做，真的就不怕了，也爱笑了。我问阿姐这是为何？阿姐说，因为我想的都是爱我的人，他们对着我笑是希望我开心，因为我也爱着他们，所以就学会了笑。那是很久远的事了，我都快忘了。
那时我还没做船娘的营生，因为有把力气，便在码头搬货，晚上得了主家的允许，便睡在码头的舱里。宝珠还小，又怕黑，哭的时候很多，我便拿这些话哄她，却不想到如今她都还记得。对，你阿姐说的都对，你便多听她的。阿爹说道，不是我说的对，这些都是我在少年的岁月里独自踏上异乡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勇敢找的借口。我们宝珠如今再不用那样做了，爱你的人时时在你身边守着，他能护你周全，黑夜里给你点灯，下雨时给你打伞，天冷时给你加衣。我们宝珠在他身边，只需要快快活活的过日子就是了。虽每日都是平平常常的日子，不过有他在，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好日子。他似听懂了般，转头看了一眼王爷，又回头看我，脸颊两团红晕，美得不可方物。我摸摸他的发顶，总有个人要陪你长长的一生，他若爱你，你只管爱就是了，无需想得太多。吃完饭，我和宝珠站在檐下看雪，东海是不下雪的。阿爹喝多了，已经睡下了，阿娘便守着他，怕他不舒服。二嫂忙了半日，又去了厨房，说是要让厨房准备食材，等一会儿我要包馄饨。剩下的人和我们一道看雪，我伸手接了一片，宝珠便学着我也接了一片，雪在他掌心化成水，他便走过去给王爷看。他终究还是长大了，让他新奇开心的事情，有了能分享的人。王爷看他的眼神是明晃晃藏也藏不住的欢喜。往后你们待王爷好些吧，我悠悠地说道，只是他娶了咱家的宝贝妹妹，心气不顺罢了。三兄说道，二兄也娶了别人家的宝贝闺女，他去岳丈家也是这样的待遇，比这更惨，喝得3天没下得来床。二嫂光嫡亲的哥哥就有5个。三哥也悠悠说道，好吧，当我什么也没说吧，你日后娶媳妇定然要寻一家兄弟少的，如此便少了许多性命之忧。我对三兄说道，阿妹说的极有道理，可你为何不说长兄？我看了眼站在不远处的温素，披了件黑斗篷，白狐皮的大毛领子，他立在檐下，就是一场风花雪月。三兄，你看看他的模样，再想想他有多厉害，谁能欺负得了他呢？若是我定然舍不得旁人欺负他。宝银，你同我去趟书房，我有话同你说。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这般认真的说话，我不知他要说什么，却还是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。他脊背挺直，肩膀宽阔，走路走得松弛随性，可偏偏又好看的要命，只看背影也能看出她是个美人儿。书房在前院，路并不远，可等我们到时，头发已白了大半。今朝同淋雪，也算共白头，如此也就罢了。我既要做温家的大姑奶奶，温素就只能是我长兄，其余的便就罢了。书房很大，分门别类摆得满满当当，一张红木书桌，只一把椅子，书桌上除了笔墨纸砚，还摆着许多拜帖，估计这书房平日里只他一人用。书房里本来有个伺候的书童，我一进门他便出去了。地笼热得很，我脱了斗篷抱着，他脱了斗篷搭在了架子上，看样子时间蛮长，我也将斗篷搭了上去。他翻着拜帖，我觉得无聊，在书架上寻了本游记，趴在桌上翻，因为只有一张椅子，只能站着趴，实则我认的字有限，多数都是靠猜的，都能自己看游记了，连蒙带猜，毕竟还有图吗？我为了趴得舒服，书便放得远，离他其实很近，一转头便能清晰地看见他近乎完美的侧脸。我看着一时竟看痴了，没想到他忽然回过头来看我，我慌乱地低头，又装作看书的样子。宋大半来辩经，我听闻官家给你带了话，你不愿意嫁我是因为官家的话，还是因为别的？他认认真真地开了口。天渐渐暗了下来，书房里并未曾点灯，他轮廓深刻，声音低沉。我何时说过不愿意嫁给你了？我疑惑问他，从头到尾从没人问过我想不想嫁他。我拒了宋阁老家的亲事，就是为了娶你，可你为了不嫁我，竟不惜编造出一门娃娃亲来，连圣人都敢骗，一走就是2年，是不是估摸着我成婚了才回来的？他嘴角上扬，微眯着眼睛，危险又渗人。你为什么要娶我？我看着他，即使害怕也不让步，听他说话，似乎他对我一往情深，非我不娶，是为了报恩吗？可我说过了，你不欠我的，用不着以身相许。我咬唇看着他，你不愿意嫁我，难道是觉得我脏？他垂下了长长的睫毛，声音渐渐低了下去。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，等我想明白了，惊了一跳，他竟是这样想的吗？他到底是为什么想到了这儿呢？你哪里脏？这儿吗？还是这儿？或许是慢慢黑下去的天给我胆大妄为的力气，我竟亲了亲他的眼睛，又到了鼻尖，最后贴在了他的唇上。他如遭雷击，悠地睁大了眼，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斗篷都没穿，转身便跑了。我恨不能扇自己几个巴掌，怎么就是贼心不死呢？胆子大的都能装得夏天了，也不看看他是谁。他可不是一颗简单的白菜，是一颗种在高岭上的白菜。谁听说过会爬山的猪啊？这不是上赶着找死吗？剩下的几日里，我和宝珠长在了一起，同吃同睡，见过他几次，可没敢再抬头看一眼。等他去上朝了，我立马跟着宝珠住进了怀王府，一住就是10日。我打定主意，他若是不提这事儿，就算过去了。可若他还敢再提，我就装傻到底，反正就是咬住牙不认，他能奈我何？第11日，当年的宋大办竟然亲自寻来了王府，说皇后娘娘想见见我，想想我一个村姑，后来又做了婢女，最后又做了厨娘，做过最大胆的事就是亲了温素，如今又要去见皇后娘娘，我咋这么害怕呢？我想带着宝珠一起去，宋大办不让，我说要回家换身衣服，宋大办说不用，连寻求帮助的路都给我断了。一路跟着宋大办，我觉得自己的腿肚子都抽筋了。2年不见，宝银丫头还是老样子，阿公看起来却康健了许多。怎的？和那狗蛋成婚了没？阿公明明知晓那狗蛋是我瞎编的，只不过为了护着温素假装信的罢了。汴京这2年传着一件事儿，说唐花巷子住着一位陈娘子，将骂人骂得荡气回肠，引人入胜。听闻当日唐花巷子都被来看热闹的人围堵了，老奴记得宝您恰好也姓陈，又恰恰好也住在唐花巷子吧？阿公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
不要跟着旁人传闲话，没有的事儿。圣上听说了此事，专门派人请了二公子来。二公子记性好得很，将那日的事一字不落的讲了一遍。恰好那日太后娘娘也在，又将这事儿说与了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又将这事儿说给了后宫的其他娘娘们。如今宫里哪个娘娘若是惹事儿，皇后娘娘便用圣人要将你抬进宫来的事儿说一遍。如今后宫也是一片祥和之态。此事还多亏了你，阿公，你千万不要吓我，我胆子小，害怕。你说我好好的在汴京待着，怎么就能惹上京里的娘娘们了呢？你如今带着我去后宫，娘娘们还不给我打死了？你害怕什么？给你撑腰的是温尚书，给温尚书撑腰的是皇上，就等同于皇上给你撑腰了。阿公，你这等同的也太草率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见皇后娘娘之前，你怕是得先见一见皇上，毕竟他想见你已经想了2年了。阿公，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么有歧义的话啊？皇上他确实在御书房等着我呢。我抖着腿跪在地上，久久也没个人叫我起身。起来吧，听声音还挺和气的。我站了起来，依旧不敢抬头。宫里的规矩没人叫过，我自然不懂，可圣言不能冒犯。你不打算抬起头来让朕看看了？圣人说的都叫圣旨，既是圣人叫我抬头，哪有不抬的道理？我慢慢抬起头来，圣人们生得很平常，可他身上有一种一眼就能让人察觉出来他是95之尊的气质，长相草率，气质却极出众。我听如初和大半说你生的白，甚至比如初还白3分，脸怎的这般黑？莫不是抹了锅底灰又来骗朕？陛下多虑了，草民刚从东海回来，黑也是海风吹的，养一养便白回来了。再说谁能将锅底灰涂得这样匀称？再说只是稍微有一点点黑，好不好？你那狗蛋呢？陛下恕罪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狗蛋这件事看起来是绕不过去了，明明心底都明白，偏偏还都要装傻。今日寻你来是有件事同你说，如初今年已30有1，和朕同岁，朕的长子都13了，他还孤家寡人一个，看他清心寡欲的样子，似不想娶妻了。听闻你现在是温家的大姑奶奶了，温家上下都听你的，朕日再给他赐门亲事，你问一问他喜欢谁，即便是个男人，朕也认了，只要他喜欢便成。再有呢，他的过往你也知晓，御史台有个御史，上朝没事就爱拿他的过往说事，朕拦了数回，可御史就是专门说话的，朕总不能不叫他说话吧？朕知道你在汴京骂人，那骂的都能写进书里了。今日朕便给你个机会，让你替如初去说句公道话，他那闷葫芦的性子。走，圣人转身前头走了，我在后面跟了上去，不知道圣人要带我去何处，去将各位大人都请到长宁殿门口的空地上来，再去请一请各宫的娘娘。不是说朕爱拿他吓唬人吗？今日就叫他们瞧一瞧，看朕到底有没有吓唬他们。有人凭着一张嘴就能让人羞愤的想死，我想说羞愤是对于要脸的人，不要脸谁都奈何不得他。再一个，看我不是山上的猴，你们围观我不好吧？温素自己都不说，我凭什么去说啊？所谓长宁殿，便是圣人和官员下了朝偷摸议事的地方，空地确实顶空的，站100-10来个人根本就不是事儿。陛下安稳地往椅子上一坐，裹着大裘，戴着帽子，还有工人端了火盆。可他想过没？各位大人有没有他这样的待遇？我呢？我还冷呢，不一时能来的便都来了，有头发花白胡子一大把的，有年轻些的，也有好看的。比如温素，我已数10日没见他了，也是第一次见他穿官服，一身飞袍，我真正才懂了基石如玉，烈松如翠，狼艳独绝，是无其二，是何意？可他干嘛垂着眼躲我？难道躲的人不该是我吗？堂堂副部尚书把我给整不会了，不知道后宫多少个娘娘，我见别人跪便也跟着跪。皇后我认识，因为后宫只有她才有资格穿正红啊！各位大人快快请起，今日不讲这些虚礼，他们今日来也是为了长个记性，日后说话时便知道什么是分寸了。皇帝大手一挥，所有人便都起了，除了皇帝和皇后，每个也没有坐的资格。这位便是温素家的大姑奶奶，或者她若是愿意，也能是温素家日后的掌家大妇。不管是什么，总之温家的家是当着的。他听闻这2年朝上总有人拿温素的过去说事儿，说想来瞧一瞧，听一听旁人都是怎么说的。各位都知道朕和温素吧，有那么不可说的2、3事儿，对他多些偏爱总是有的，所以就应下了。皇帝话一说完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我微张着嘴巴，这也是狠人，连自己的瓜都吃。我想知道他嘴里那不可说的2、3事是什么事儿，还有就是这事儿吧，从头到尾都没我说话的机会。张爱卿，你平日是怎么参温素的？今日就拿出来说一说。皇上点了名，那位张爱卿也就是御史大人就真的出了列。我看温素低着头站得不动如山，莫非今日这事其实大概和他没关系？只见那张御史年纪不大，也就40来岁，面白无须，不苟言笑，眼角的皱纹都写着刚正不阿。他袖子一甩，脖子一仰，样子已经很悲愤了。张大人且先等一等，先说好了，咱可不行死谏那一套，死也要死得其所的嘛。毕竟陛下都说了，他和温尚书有不可说的2、3事，即便你把自己磕死了，陛下也亦不定会如你所愿的将温尚书罢了官。难道你要说陛下是个昏君吗？民女一路从东海到金兔城，算是穿过了一整个大庆，坐过船，见过渔民，见过采珠女，见过海员，也见过商人，也坐过马车，见过镖师，见过出远门探亲的母女。民女见过各种各样的人。你知道说起陛下时他们都说什么？明君之相已成，我大庆也要有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了。试问张大人，你一人之言可有人信？你死了或许都没人知道，毕竟史书不是谁都能写的。话说民女的2兄探花郎出身，如今正在翰林院修史呢。民女观他模样，只要他活着，大庆的历史总要过他手的。你说你逼着他长兄被罢了官，他会不会写你？再一个，你若是一处不死，你说我们这么多人该不该救你？救你吧，怕陛下体会不出你的决心之坚定。
不就把心里又过不去。气都说到这儿了，民女就再多说一嘴。民女有个妹夫吧，他是个王爷，嘴碎话多，将张大人你同我家温尚书的事大概讲了讲。你每日兢兢业业的骂他，一是说他做过男宠，如何能做一国尚书；二是说他祸军乱国。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条，大庆哪一条律法规定做过男宠就不能做官了？他连中3元，状元出身，家中蒙难，为救父母兄弟不得不委身贼人，这是孝。他委身贼人难道是看中了金钱地位？他呕心沥血数年，为的是将贼人的阴谋一举击破，还我大庆海清河晏，这是对陛下的忠。张大人，你是觉得他不该活着，就该办完事死了才算干净？他哪里不干净了？不就睡了个女人吗？你就敢保证你睡过的女人都只和你睡过？若是你得知他还和别的男人睡过，难道你会立刻羞愤的去死不成？你若是做得到，那就让他去死好了。你说他祸君，是夸他长得好看吗？这点倒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大约比那好看更好看的8、9分吧。毕竟谁不喜欢看好看的人啊？民女想了想，你大概先是嫉妒他生得好看，再是嫉妒陛下待他太好。张大人啊，嫉妒装在你心里也就是了，你天天拿出来说又何必呢？乱国就更无从说起了。大庆赋税免了2年，可国库丰盈，粮仓囤得满满当当，听说军饷都翻了一番。民女就想问张大人，除了你觉得乱，还有谁觉得乱啊？御史是言官，这是陛下赋予了你说话的权利，可不是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说谁就说谁的。民女没读过什么书，可有些道理还是明白的，人的心不明也就罢了，他也只算个虎皮蛋。可若他嘴上还没个把门的，民女觉得他就是罪人。我们老百姓有句话，唾沫也能淹死人，人言可畏。不知这个道理张大人懂不懂？不知张大人家住在何处，家中都是何人啊？等民女得了闲，定然去府上看上一看。听说府上清贫，每日都是清粥小菜，家里夫人都饿瘦了几圈，我便带些吃屎去吧。张大人不会怪民女手伸的长吧？民女就这么个毛病，自己家的事管不明白，就爱管别人家的。你既非要管一管民女家的，民女自是不敢懈怠，定要管一管张大人家的。张大人想说什么便说吧。民女洗耳恭听，他那瘦了几圈的夫人，膀大腰圆，儿子斗鸡走狗，惹是生非，我倒是真想好生管上一管。张大人的嘴开开合合，半天也没再说出一个字来。他不了解农村人，两个人即便是累得睡下了，也能躺着继续吵，肚子饿了吃饱了还能继续，12个时辰都不带断的。我什么样都没见过，吵架谁不会啊？我一席话说完，忽觉神清气爽，天都没那般冷了。小小年纪真是不得了啊！一位微胖胡子也长的阿公叹了一句，看样子该是1品大员，大人言重了。我谦虚了一声，瞥了一眼温素，他那脑袋里不会塞了铁块吧？怎么就抬不起来了？都听见了吧？管好自己的1亩3分田，手可千万不能伸得太长。好了，就到这儿，都散了吧。我还有话和宝银如初说呢。皇帝让人散了，自是散了的。纸娘娘们实在没必要走那般快的，我又不吃人。宝银啊，要说骂人这一块，朕只服你，骂得通俗易懂，一个脏字也不带，却能将旁人的脸皮扯下来踩了又踩。日后朕若是有这方面的需求，你可千万不能推辞。皇帝戏谑地说道。陛下说笑了，我摊着脸。如初你送宝银出宫，毕竟宋大半年纪大了，总不能事事都劳动他，将他送到宫门你再回。温尚书自是忙的，民女不敢劳烦，陛下随便指个人送我出去就行了。他不是你家的温尚书吗？送你有什么不妥当的，也耽误不了什么事儿，去吧。皇帝都这样说了，我也不敢再推辞，亦步亦趋跟在温素身后。皇后娘娘想见我什么的，其实都是骗我玩的吧？都说圣心难测，这话看来确实极有道理啊。宫墙深深，说不出的寂寞。他走在前面，脊背挺直，风衣兔吹，飞一翻飞，像开在寂寞里的一朵花。他很好很好，有文人的清高又不迂腐，有既是治国的大才，心性又极坚韧，又有气度。如那张御史，整整骂了他2年，他竟能忍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生得又好看，前途更不用说。31岁的2品大员，他太好了。好的，我觉得自己实在配不上他。温素，这是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。他转身看我，目光清澈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怎了？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没答应和你的婚事吗？因为你太好了，好到我觉得配不上你。你的娘子该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能与你谈古论今，帮你掌家理事的姑娘。可这些我都不行，我会的都不是他需要的。什么样的人能配得上我，自是我自己说了算。那日回去我就搬回了温家，我在闪躲逃避已没了意义，毕竟他都说了，他想娶什么样的他自己会看着办，是我想太多了。温家人口简单，二嫂管家游刃有余，牢狱的几年约莫磨光了阿爹做官的心思。他每天写字画画，或者遛鸟下棋，我闲得没事也跟着他写字，写得如何暂且不说，可我有认进，认识的字已越来越多。阿爹觉得欣慰，只宝珠住在娘家不愿意回去。怀王的脸已经越来越黑，我和二嫂商量了，专门收拾了间院子，让怀王也搬了过来。怀王的脸色一下子好起来了，搬了许多诸如布料、首饰之类的，叫二嫂看着给家里女眷分了。几个兄长对此事很有意见，有便有吧，谁理会他们啊？毕竟人家老丈人丈母娘可开心得很。阿娘眼睛不好，想缝衣服绣花早就不能了。我和宝珠陪她聊天，有人家宴请，她便带着我们2个去，二嫂的闲了也跟着去。于是温尚书和怀王亲自送去又接回来。每次去我都觉得旁人家的女眷见了我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不大愿意同我说话。不过他们喜欢二嫂，将温素的事打听了又打听，又问温素的喜好，又待我阿娘十分殷勤周到，我便同宝珠坐一旁听着。宝珠如今也有了些王妃的气度，可气人这方面怕是跟我学的。我长兄的婚事谁也做不得主，要不你们问问陛下去。他脸一沉，谁还敢多问？去了几次就觉得没意思了，我不去，我阿娘同宝珠也就不去了。二嫂偶尔没办法了去1、2次，都是交集应酬，无法的。天冷了，宝珠都7个多月了，阿娘阿爹也快过年没有将她赶了回去，不知王爷怎么哄的她。他4、5日了才来一次，
他不来我就更闲了，每晚点灯或写字或做点针线，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这样闲。这日风雪极大，温素没回来吃饭，派了人回来说晚上有应酬，家里便早早吃了饭。阿爹阿娘睡得早，我打发了伺候的丫头，让她早早去歇着了。其实我压根不用谁伺候，我阿娘不同意，硬生生拨了2个13岁的小丫头来，每天给我梳头、端茶倒水。屋外北风扬雪，呜呜嘤嘤，听起来有些吓人。屋子里地笼烧得热，我将头发散了，只穿了里衣，盘腿坐在炕上看我阿爹新给我的一本杂书，书里志怪惊奇，民间传说，有意思极了。不知不觉夜已很深了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披了外衣去开门，门外竟是伺候温素的小厮，他叫松墨。郎君今日酒喝多了，回来要洗澡，他平日也不叫人伺候，如今进澡房已半个多时辰了，我换了几次也不应声，好不容易应了，说他头晕出不来，让我寻您去帮他。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他不让旁人进，却让我去帮，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好不好？别人怎么看我呀？你看看松墨的眼神，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你没问问他2兄和3兄成不成？郎君只要您去。我想起他身上交错的伤罢了，反正又不是没瞧过，我也早已没什么名声可言。经上次皇宫一遭，谁还敢娶我？见了都是绕道走的。我穿了条棉裙，披了斗篷，跟着松墨去了他院里。这是我第一次来，和别处并无不同。冬日萧条，雪已深到脚踝了。我在澡房门口敲门，喊他的名字，半天他才叫我进去。可我听着那声音沙哑的不像话，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啊？我推开门进去，澡房里砌了个8尺宽10尺长的池子，旁边放着一张榻，不禁皂荚放在榻上，他靠在池壁上，头发还挽着，衣服杂乱地堆在池边，池子里的水一点热气也无。可他闭着眼睛，面色潮红，薄唇轻启，微微喘息着。这是怎么了？我走过去看他，房里虽有地笼，可水却是冰水。他裸着胸膛，裤子却还在身上。宝银，他睁开眼睛，眼角赤红，眼里涌着水光。他身上旧伤虽好，可深浅不一的疤痕仍在。你被人下药了？我咬唇看着他，他这个样子还能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谁要这样害他？他是怎么忍到现在的？宝银，他又喃喃叫道。我看他的样子，怕意识已经不清了，春药歹毒，若是解得太晚，他会暴毙而亡。或者我心里其实生出了私心，并不想去寻什么解药给他。我松了斗篷，坐在池边看着他迷离恍惚的双眼。给他下药的人可真毒呀！明知他最在意什么，却偏偏就要毁了他。若是他今日在外面失态了，以他性格，怕真会一死了之。是我是宝银，我捧着他的脸，低头去亲他的唇，热气灼人，烫得我心口疼。我这样心疼他，可有人总想毁了他。他睁着眼看我，我贴着他的唇，辗转亲吻。宝银，他轻喘着叫我的名字，我吻他的眼角、鼻尖，他嘴角的痣、脖梗的喉结、胸口交错的伤痕。他说自己脏，其实一点都不，只是他不知。我似死了又活过来，感受着他的欢愉，听他一遍又一遍地叫我的名字。或许我真的累坏了，或许是我不愿意睁眼，总之我睡了很久。我知道他给我洗身子，穿衣服，还将我抱回了暖烘烘的炕上。后来我就真的睡过去了。等我阿娘来时，我披头散发，在她的炕上睡得四仰八叉。我阿娘将我叫醒时，我还有些懵，她就在地上跪着，看起来丰神俊朗，脸上都带着一层柔光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在炕上跪下，可我某处疼，只能咬牙忍着。我都将阿娘的亲儿子给睡了，怎么还有脸见他？阿娘，昨夜的事都怪我，是我趁着他醉酒将他给那个了。阿娘打我吧，都是我对他心怀不轨，鬼迷心窍了。屋里只我们3个，阿娘半天一句话也没说。我低着头偷偷看温素，她却跪得理直气壮，我从没见她这样笑过。既你认了，阿娘就不说什么了，我去让你阿爹挑个好日子，早早将婚事办了吧。我张着嘴巴看着阿娘，她笑得慈眉善目，哪里有一点生气，又让我躺下，等吃饱了再睡，想睡到何时就睡到何时。她让温素给我拿药，转身又骂温素一点也不知节制，怎的能折腾一夜呢？若是伤了我该怎么办？我躺下默默拉上被子捂住了脑袋，我还有什么脸啊？阿娘是如何知道折腾了一夜什么的？我恍惚中想起昨夜动静何止是大，她疯起来要命。我娘说男人腰太细没用，都是骗我的，日子都不用阿爹选。第2日皇帝陛下给我们赐了婚，婚事就定在腊月初8，听说是个万事皆宜的好日子。一并赐下的还有我的嫁妆，让我从怀王府出嫁。我住进了王府，从赐婚到出嫁只于短短10日，我连个盖头也来不及绣，已经丢脸丢到家了，还讲什么礼数？听说温素来了2次，都让宝珠义正言辞地赶走了。阿娘说了，婚前见面不吉利，让他回去等娶亲那日再来。他留了一张桃花签，我心慕你久矣，只你一人不知，能娶宝银，素欣喜若狂。我抿着嘴角，将桃花签紧紧贴在胸口。那日他来娶我，我举着兰花团扇，坐在房里等他来。宝珠在我旁边坐着，指了他的贴身丫头去看兰亲。毕竟王爷为了这兰门，将京城里叫得出名号的才子都请来了。阿姐，你将扇子放下吧，举得久了手会酸的。长兄想进门，且得一会儿呢。宝珠嘴里吃着花生，他嘴馋，吃什么都香。我放下团扇，摸摸他的脑袋，谁能想到我有一日会从他家出嫁呢？估计温素也没想到吧。如果想得到，他定然会对王爷好些。阿姐，你刚到家那日，相公就偷偷和我讲，长兄看你的眼神一点都不清白，日后他定会娶你的。我还骂他，如今看来他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宝珠眼神清澈，笑嘻嘻地道。不过1刻钟，那丫头就回转了，说门已开了，新郎官马上就到了。我孑然一身的来，如今又孑然一身的嫁给了他。既是从王府出嫁，嫁妆自是王府备的，听说许多是陛下赐的，还有我阿爹阿娘备的。宝珠说温素将他自己的钱和地契都送过来，让王爷放在了嫁妆里。那日我如愿嫁给了他，他同我爱我一生，从不曾对我说过一句重话，也从不曾让我受半点委屈。